随着两岸的局势越来越紧张，你有想象过战争爆发时台湾会长什么样子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共军会怎么攻台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上一次我们介绍了常见的攻台战术之后，发现了许多盛行在台湾的攻台传言，其实有很多的盲点，中共根本不太可能用那些方式攻台。只不过传言是假的，不代表战争不会发生。如果今天中共想要打一场实际的战争，他们到底会怎么做呢？今天我们一样会透过《阿共打来怎么办》这本书介绍给大家，阿共如果打过来了，一定会有哪些阶段，以及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只不过在开始之前，还是让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最近志祺团队在招募厉害的新伙伴喽！我们想要征求全职的影片内容计划，跟我们一起追时事、聊议题、写脚本、发想节目计划，迎接各种经营频道会遇到的挑战。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知识领域专长，只要你擅长写作，很会收集资料，逻辑清晰，具备独到的观点，而且乐于沟通，能把复杂的东西简单说清楚，那你就是我们希望能邀请到的人才。那当然，如果你已经有文字、影音创作或者是节目频道经营的相关经验，那就更棒喽。那如果你认同这一期新频道的理念，也想要加入我们的行列，那就赶快上我们的官网去看看职缺内容吧。在正式的战争之前，要发动攻势的那一方一定会先设想好自己的目标，有可能是想要台湾求饶就好，也有可能是想要实质的占领台湾本岛。那根据解放军想达成的目标不同，战略上面就会出现很多不同的变化。例如是要先攻下澎湖为据点，再来攻打台湾，或者是直扑台湾而来，状况都会很不一样。那无论是哪一种，只要解放军确定要武力攻台的话，有一些固定的步骤都还是不会少的。因此，在介绍攻台剧本的这个章节当中，作者就分成了战前准备、开战初期、制空与制海权的争夺、登陆强攻以及最后阶段这5个步骤来介绍。首先，就让我们来看看战前准备的部分吧。真的要战争的话，军队一定会需要移动跟集结。例如，中国东部的陆军会开始离开驻扎地，往南北移动；而要让登陆部队上船的港口附近呢，也会被军队征用，新建简易的营区。而另外，海军的3支舰队都会准备出港，而空军则会先远离福建的沿海，并尽量把高价的战机与油弹都往后撤退到有完整飞弹防空网保护的机场。而同时呢，弹药工厂也会开始加班，远离台湾数百公里远这个陆军临时基地，则会开始堆放非常多的弹药与粮食物资。也就是说，一旦解放军决定要对台湾动真格了，我们政府从他们的军力部署上面就可以略知一二，并开始进行应对的部署。所以，如果真的要战争，我们的政府一定会做点什么。那一般的民众呢，也多少可以从一些地方发现端倪。例如，新闻会发布说要召集后备军人，出入境限制也会开始变严格。而另外，也会开始各种军事物资配给的演习。民众也会要向你的居住地的户政机关啊，或是邻里长报备说我住在这里等等。也就是说，解放军想要武力犯台，一定会有军队的调度，而我们也会开始有相对应的措施。但到底是要因应些什么呢？要知道这个问题就得要来看看真的开战时呢，解放军会先做什么事情了。如果要开战，解放军的第一个手段一定会透过投飞弹来削弱台湾的海空力量，主要就是希望让台湾的反制飞弹无法发射，而战机跟跑道也被摧毁大半，这样子解放军的空军才有办法拿下制空权，进行后续的对地打击，例如破坏陆军重型装备、歼灭能够出海的海军等等，好让他们的登陆部队取得更多的优势。因此，中国飞弹要攻击的目标主要会集中在各军事基地、电厂、变电所以及重要的桥梁与道路这3大类上面，基本上不太可能会失心疯把珍贵的飞弹浪费在民用设施上。因此，在这个时期，一般民众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动，尽量不要出门，好好的在安全的地方躲飞弹，但就很有可能会面临断水、断电还有断网的状况。那在飞弹攻势之后，就要进到这个制空、制海权的争夺战了。我们上一集有讲到，飞弹的发射一定会有误差，因此要精准的对地轰炸，基本上都需要由战机来进行。那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让台湾的军政要地完全失去功能。因此，谁能够掌握说这块天空任我飞，谁就能够取得很大的优势。这也就是制空权的抢夺。那解放军会怎么抢呢？他们主要会透过数百艘的大小舰艇，在台湾的南北海域张开这个防空网，来限缩台湾空军的攻击范围。只要中国的海军可以靠近台
台湾的陆地。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哦，但别忘了这些解放军的战机啊与船舰也得要面对台湾军队与飞弹的攻击。因此，根据目前台湾的武备来看呢，解放军要拿下台湾的制空与制海权，至少需要1到2周的时间，甚至拖到数月都有可能。那时间拖得越久，代表解放军就必须要承受越大的损失。因此，只要撑过他们的临界点，他们势必也需要暂时休兵。但这个阶段能够撑多久，重点就在于台湾的防空能量了。在这个部分，台湾常年发展的对舰与对空飞弹系列就是我们的主力。而另外呢，让台湾的陆海空三军都具备足够的对空攻击能力，也是极为重要的关键。因此，作者说呢，他近2年来参加军坛之后，都听到不同军种的碎碎念，希望有预算能够加强自己的对空打击能力。那话说回来啊，如果我们不幸在这个阶段失守，那战争就会推进到下一个阶段——登陆强攻。到了登陆强攻的阶段，就是连台湾的一般人民也有可能会直接面对到敌人的时刻了。因此，这本书呢也很清楚的介绍，如果解放军要登陆，到底会怎么登陆，以及登陆后他们会想要干嘛。首先，解放军要登陆台湾，一定得要先控制港口，还会需要清掉周边数十公里的范围来作为安全线，要不然现代的武器要在10几公里外摧毁皮薄这个运输舰，并不是太困难的事情。如果被摧毁的运输舰还刚好是在靠港，那解放军可能就笑不出来了。因为它可能会挡住后面的所有支援，重装备没有办法上岸，基本上解放军也不用玩了。因此，如果他们想要顺利的登陆，前期一定会先努力的敲掉台湾所有的防御。而至于他们会从哪里登陆呢？最适合登陆的地方通常是海滩，以北部来说的话呢，就是北海岸，目标会是基隆港或者是台北港；而中部可能会是台中港或是云林的麦寮工业港，而南部则是台南安平港。其中呢，很多国外的兵推都认为台南的安平港附近是首选，因为那是台湾少数海滩特别宽广的位置。那对于一般民众来说，解放军从哪里登陆，你要应对的方式可能就不一样。如果他登陆的地方或是他进攻的路线就是你家附近，那通常呢就会先被政府要求撤离，不然很危险。那如果是住在一般民宅区，却遇到要饮水粮食的解放军的话呢，普通老百姓们就乖乖听话配合就好，不太需要跟他们对抗。作者在这本书中指出呢，正规的战略研究者们通常会习惯从一个国家的武器去分析他们可能会用的战术，并推测整体国家的战略格局。所以这边呢，我们可以从台湾买了什么样的武器，来看看我们的政府对战争做了哪些防御准备，甚至进一步的推测后续战争的状况。例如，台湾买 M1 坦克，那一定呢就会提高解放军登陆的难度，因为以中国的状况来说好了，目前他们登陆部队可以送上来的坦克都是中型以下的，遇到 M1 就是被推下海，没有任何的侥幸。所以中国解放军呢，势必就得先要在制海制空权的部分取得全面的成功，并顺利的掌握港口，他才有办法把更具有威胁力的坦克送进台湾。而另外，台湾拥有的100多架攻击直升机，从世界角度来看呢，密度也是非常的高，高火力跟机动性的支援，完全是针对解放军登陆的少量坦克以及可能运用的气垫船。而再来，近年美国出售给台湾的海马斯多管火箭，射程涵盖全台，我们的国军根本不需要移动，只要躲在山区林间就可以攻击滩头的解放军登陆部队。而且如果更改弹头的话呢，还可以攻击中国沿海的登陆部队，这等于是颠覆了中国以往对台的战略想象。最后再加上美国常年协助建立的空对空飞弹、防空飞弹与反舰飞弹网，都让现在的台湾不只是消极防守而已，更可以说是攻势防御了。也就是说，在武力的部分，国家一直都很努力的在布建，只不过还有一项非常关键的事情，台湾却一直都没有在做。作者在这本书中指出，台湾最缺乏的可能就是演习了，特别是民防演练，台湾数十年来都没有做过，主要是因为大规模的军民联防演练呢，非常的耗时间成本，对经济也一定会造成影响。民选的政治人物通常不愿意为此得罪选民，甚至是各个立场的人呢，也都不支持民防演练。例如，主张要对抗中国到底的，不少人呢都会觉得，这种演练呢可能会暴露台湾的准备不足，影响民心士气。而亲中的这个反对派呢，则会说这种演练呢代表执政党想要挑衅对方。最后，一般民众则是不希望生活受到影响，因此这种应该是全民国防基础的演练，就连纸面作业呢都没有做好过。但作者呢也提醒大家，要避战呢就得先备战，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
这次在看完这本书之后呢，真的完全扭转了我们以前对这个军事的认知。以前我们对于军事国防的理解，通常都是来自于军训课，又或者是当兵经验，通常都会想说啊，如果中国真的想要开战，那台湾应该会被打趴，又或者是觉得中国不敢打过来吧，应该是怕被美国打。那当然事后来看，这样的认知并不完全正确。那我们自己反思哦，之前之所以这么怕，很可能是因为掌握的资讯不足。例如，我们不知道一场战争可能会怎么打，有哪些阶段，用哪些武器，也不知道自己在各个阶段可以做什么事情来应对。我们通常会知道的就是自己不会操作飞弹，不会开坦克，不会用枪，只会扫地写资料。担心这样的自己，如果真的走上了战场，应该很快就会被当成炮灰。但实际上，这些短兵相接的陆战都是战争中后期的事情，要达到这个阶段，还有很多的先决条件，并不是那么的简单。那当然，作者也有提到，中国如果要拿下台湾，也有最简单的方法。这个方法呢，就是透过资讯战，让台湾有一群超怕战争或者是急着要投降的民众，而这样的群众越多，就有可能呢投出想要投降的总统，一整个都愿意投降的立法院。而这个部分之前我们已经谈过，所以这边就不再多说了。那这一次我们虽然已经用了2集的时间来介绍，但实际上呢，有讲到的内容还不到整本书的1/3。我们相信读完整本书之后呢，我们对于战争一定会有更具体的认识，也可以减少很多不确定所带来的恐惧。所以真的很推荐大家直接来看一看这本书。那今天的提问呢，只是想问大家，你会想要进行民防演练吗？不想要战争又没有发生，不想要劳民伤财， B 想要不怕1万只怕万一，有练习才有进步， C 不想要这样反而会让别人看破手脚，知道我们什么都不会。提其他请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阿共打来怎么办。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第1节的影片，以及这本书的共同作者沈博阳跟我们分享面对资讯战该怎么办。那么今天的这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